留下的美好。你到底是谁？耿侍卫。哼，慕容大人，耿侍卫早在20年前就已经死了。临道的道号是黄叶。你失踪了这么多年，原来一直就躲藏在武当山里面，还成为武当山老前辈。石浩，我与慕容大人有要事相商，你暂且回避一下。是，师父。耿侍卫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哎，说来话长啊。当年郑贵妃得到了皇上的恩宠，却招致了其他妃子的妒忌，终于惹来了杀身之祸。郑贵妃曾经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所以我愿意以死相报。这20年来，我隐藏在武当，就是为了要为郑贵妃保存一个血脉。当年我在锦衣卫还是百户，对于郑贵妃的事情也有所耳闻。当年她替皇上生了龙子，皇上封她为贵妃。由此可见，皇上对贵妃恩宠有加。但是此后，那两母子在宫中被其他嫔妃毒害而死。但是你刚才提到，为贵妃留下一点血脉，是什么意思？贵王没死。贵王没死？是的。当年郑贵妃在临死的时候，让我抱着刚满月的贵王逃生，我无路可逃，只能跑来武当，隐姓埋名，躲避迫害。如今瑞王已死，你可知此事？这个消息我早就知道了。如果让太子继位，他一定会诛除异党。你和金都义不但官职会丢，而且连性命都难保。所以你没有选择。现在一定要另立新主，跟太子对抗，那样才有机会活命。你的意思是，立贵王，只有贵王才能跟太子对抗。他是皇上最疼爱的子嗣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这是郑贵妃临死之前留下的血书，你可以证明贵王的身份，皇上看了必定会信。那你为什么还不拿着血书进宫见皇上？哼！倘若贵王出现，不但是太子的眼中钉，而且也是瑞王必杀的对象。慕容冲，如果不拥立贵王，你也会人头落地。你还是赶紧回去，跟金都义商量，如何帮助贵王登基做皇帝。只要你立了大功，贵王将来做了皇帝，绝不会亏待你们。那好吧，待我回京之后，我会和金都义商量这个事情。不管结果怎么样，我都会尽快回来找你。好。石浩是我的人，他很忠心于我。如果你有需要他的，尽管放心，让他去做吧。好。
傅，师傅，发生了什么事？师傅，师叔跟着大师兄和师姐在一块的师兄弟们，在西边跟东厂的人正面交战，死了好多师兄弟。现在他们的遗体已经搬到院子里了。师兄，去大院。这些孩子死得冤呐，死得冤呐！师兄，师傅，师傅，你们下去吧。是。把门关上。师兄，什么事情需要如此小心呢？我刚才和救走慕容冲的人对了一掌，觉得有些蹊跷。怎么了？这人的武功不大对头啊，似乎刻意隐瞒自己的师承，怕被人认出来。隐瞒师承？那师兄可有线索？身法剑招容易伪装，可在情急之下，要想隐瞒自己的师承内功，却非易一事。此人能受得住师兄一掌，可见功力绝非一般。依师兄所见，此人师出何门呢？莫说是武当，就是武林，有此功力者也不多见。在我武当内，恐怕连同你我，也不过是3人。难道是黄叶？我只是怀疑，没有证据。此事千万不要张扬，免得错怪了黄叶。我真不敢相信。若是黄叶，他明知道慕容冲处心积虑想铲除我武当，为何还要救他呢？数十年师兄弟的交情，我也不想怀疑他。但是蒙面人的身手，黄叶今天的行踪，确实可疑。我实在是不得不往他身上想啊。本来黄叶的来历就有些蹊跷。我记得当年他是带义拜师，明明武功已经不错，看起来也不像好武成性、四处拜师的痴人。
可是他为什么来武当学艺呢？记得当年，他带着少南一起上山，说是在半路捡到的婴儿，部人看他在路旁为豺狼所食，怎么想怎么都觉得蹊跷啊。其实一直以来，我对他们两人的来历都有些怀疑。既然师傅愿意收他为徒，想必有师傅的道理。黄爷不说，我也不便多问。听师兄这么一说，我倒想起来了，武当带艺从师的是有，但带着婴儿来从师的，闻所未闻呐。当年他们两个的事，在武当还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啊。按理说，少南是大师兄，两仪剑法理应传授给他。可就是因为少南的来历不明，我心中疑惑，才只传给了一行和恶华。有的时候我也扪心自问，自己是不是太偏爱一行了？我仔细回想，少南原本是个十分乖巧温顺的孩子，但是有的时候因为他太过于温顺而显得没有主见。自从他在明月峡死而复生之后，却变得有些偏激、刚愎自用，做事往往不择手段。就说之前他在训练弟子的时候，往往无视弟子早已体力不支，这更让我坚信了我当初的决定是对的。我明白了，原来师兄对黄叶和少南早就是心存戒备了。哼，怪不得师兄一直在栽培卓一行为武当掌门呢。我并不是因为一行是我的弟子，才有如此私心。武当掌门关系到整个武林，为了守护武当的100年基业，我必须认真的挑选，只有这样，才能对得起师傅交给我的掌门之责。况且，以少南的个性和应变能力，俱非掌门之才，也不足以胜任。那怎么办？师弟，你要多留意黄叶，此事一定要小心，只能由我们2个人知道，以免影响同门之意，也避免造成武当的人心浮动，明白吗？明白了，师兄。师弟，掌门师兄情况如何？他还好吗？啊，他没事，只是有点乏累。哎，师弟啊，你不是在大殿留守吗？我和师兄回来的时候，怎么没看见你啊？我一看武当平静无事，我就开始担心你们了。毕竟慕容冲非等闲之辈，想想，我还是去逍遥谷，助你和掌门师兄一臂之力比较妥当。只是似乎路上错开了，没有遇见你们。哦，对了，慕容冲他死了吗？原本我和师兄就要抓住慕容冲了，可不知何处突然飞出一个蒙面人，不仅救走了慕容冲，还险些把我和师兄引上了黑道。哦，是这样啊。师弟，你这是？我没事。哦，对了，刚才我看见掌门师兄脚步虚浮，是否受伤了？我这会儿想去探望。不用了，师弟啊，师兄不过是有些乏了，歇息一下就没事了。师兄他还特意嘱咐我，说他有些繁杂琐事需要处理，不必打扰。师弟，要不我们去院子那边看看？好。如果不是我
就不会有那么多武当弟子白白送死。难道真的是我的错？霓裳，那些枉死的武当弟子，那不是你的错。这笔债，我一定要向慕容冲讨回来。一航，我要回明月峡了。可你身上还有伤。我把慕容冲骗上了武当，却没能杀得了他。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我得赶快回去，保全明月峡。我这次一走，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。我跟你一起回去吧。真的？我们去禀告师父。师父，慕容冲战败逃脱，武当得以保全，但他已经知道霓裳联合武当欺瞒诱敌，肯定不会放过霓裳的，也必定会攻打明月峡。所以我想随霓裳回明月峡，助他一臂之力。别说了，我很后悔答应炼姑娘借玉罗刹之名，因金独义与慕容冲前来武当的计策。紫阳道长，要不是我判断错误，也不会造成武当如此浩劫。我对不起那些死伤的武当弟子啊！这个策略或许解了武当一时的危机，却错估了对武当的影响，也没有考虑过这会对武当造成多大的伤害。你们说，这个计划还是正确的吗？一航，如果今天换成你是掌门，面对这种事情，你又该如何面对这帮弟子们？紫阳道长，我明白这件事对武当造成的伤害，但是这种后果是我真的没有想到的。明月峡对我而言，就如武当对您、对一航一样重要。就算我有千般不是，我相信您也不会眼睁睁的看着另一场惨剧发生吧。师父，别再说了，我发了，你们走吧。一航，你留下，我还有话要跟你说。师父，大师兄，都是我的错，才害死了那么多的师兄弟。师兄弟们是为武当而死，这不是你的错。我真想不明白，我和卓一航带的人数差不多，为什么他就可以毫发无损，全身而退，而我这边却一败涂地？这不是你的错，
要不是你前后遭遇金毒液和慕容冲，而我又不小心被慕容冲抓去，也不会是现在的状况。这不关你的事，是我判断错误，才会导致那么多的师兄弟丧命。最重要的是，这场战役我不止输给了东厂，还输给了卓师弟。师兄弟之间哪有什么输赢可言？我们不都是一家人吗？师父，您还有什么吩咐？一航，你还是离开炼霓裳吧。为什么？你不能爱他，绝对不可以。我真的不懂。您不是已经了解霓裳的为人了吗？我以为您都明白了，玉罗刹、霓裳还有明月霞，根本不像外传的那样是邪门歪道。更何况霓裳，他还冒死前来向武当报信。一航，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炼霓裳就等于是间接杀害你众多师兄弟的凶手。如果你执意和他在一起，你该如何面对祖师爷？如何面对九泉之下的师兄弟？师父，我和霓裳是真心相爱，也约定过要白头到老。就算没有这场浩劫，东厂和锦衣卫迟早也会攻上武当的，只怕到时候伤亡会更多。一航，我知道你对炼霓裳的感情很深，一时间无法接受。但是发生这样的事情是无法抹灭的，尤其改变不了你的命运。师父，您这话什么意思？一航，你知不知道你爹是谁？你的爹娘又是怎么死的？你不是说我从小就是孤儿？我被送到武当山来，你根本不知道我的亲生爹娘是谁。瞒着你这么多年，就是不想让你去寻仇。但事到如今，我要是再不说出来，我就太对不起你爹娘的在天之灵了。将来我要是死了，我也没脸再见我这个相交了几十年的挚友了。您真的知道我爹是谁？他就是卓继贤。卓继贤，正是他。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为什么我们卓家会遭灭顶之灾呢？你爹当年身为兵部侍郎，一直是太子的左膀右臂，所以遭到朝廷奸党的迫害。有一次，你爹亲自押运军饷，带着你娘和你一起离开了京城。没想到，半路上遇到了劫匪，他不但抢了军饷，还杀了你的爹娘。要不是为师及时赶到，只怕你也被他所杀。杀我爹娘的到底是谁？杀害你爹娘的凶手，就是炼霓裳的师傅玉罗刹。玉罗刹现在已经死了，可是没想到你却爱上了他的徒弟，甚至还想娶她为妻。他视如母亲的师傅，却是杀害你爹娘的仇人。
你以为自己真能背负这么重的仇恨和他白头偕老吗？一航，为师知道你深爱着炼霓裳，让你和他分开，确实让你很痛苦。但是，你不能不痛下决心，听为师的话。 一定要和炼霓裳分开。一航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了？一航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周一航！ 我们不是说过吗？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都要一起面对，不是吗？你从小在明月下长大，应该比谁都了解当孤儿的滋味。就算你师父对你再好，也弥补不了失去父母的痛苦。为什么突然提起这个？如果有一天， 让你知道你父母是谁，知道是谁杀了他们，你会怎么做？我会杀了他们，替父母报仇。要是杀不了呢？为什么杀不了？如果这个仇人死了呢？你师父到底跟你说了些什么？你父母是谁？ 我师父为了怕我去寻仇，隐瞒了这个秘密20多年。我父亲是兵部侍郎卓继贤，当年他带着我和母亲一起运军粮，没想到碰上了雨落茶。你师父为了抢夺军粮，杀了我的父母。 不可能！这不可能！这是我师父亲眼所见。当年若非他及时赶到，恐怕我早已不在这个世上了。要不是你师父，我也不会这么多年都不知道我的亲生父母是谁，我也不会这样孤苦伶仃的活着。 是他毁了我的一切，是他毁了我一辈子。一航，你别听你师父的一面之词，也许是他想拆散我们，故意编造的谎言呢。我也希望是谎言，可是我师父不会骗我。你忘了我们之间的誓言了吗？ 天地为证，万物为媒，生死相随，至死不渝。是你亲口跟我说的。如果现在换成是你还放得下吗？那是上一代的恩怨，我们不能因为上一代的恩怨
牺牲了我们的感情啊！那不是上一代的事，那是血海深仇。是玉魔刹杀了我父母，我和他有不共戴天之仇，我又怎么能够泯灭良心，跟他的徒弟在一起？所以，你就要违背你的誓言，对吗？对不起，这是我唯一的选择。掌门师兄，刚才我遇到了黄叶师弟，和他随便聊了几句，我发现他好像身负内伤啊。别冲动，再观察一阵儿，我不想冤枉他。来了。原来白石师兄早到了，我迟到了吗？白石师弟只比你早到一步而已，把门关上，快坐下来。找你们来，是想讨论下届掌门的人选。经此一劫，武当以后面临更多的挑战。
我们3个迟早都要放手，让年轻人去面对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就早做决定，让下届掌门在我们3个的扶持之下，及早的站稳脚跟。不知2位意下如何？师兄，我武当乃是江湖正派，素来受江湖中人器重，所以我认为掌门的人品格外的重要。你的意思是？我知道掌门师兄一直以来都希望能够培养一行成为继任掌门，现在他的心都在练霓裳身上，加上多次为了练霓裳而违抗师命。据我了解，很多弟子都因此对他心有疑虑。我在想，目前看来，少南或许比一行更适合掌门之位，特别是这段时间，少南为了阻止锦衣卫围剿武当，日夜不休的部署安排，加上这些年外出的历练，且不论武艺，我认为他的能力不输卓一行，而且性情也成熟多。他身为大师兄，又从小在武当长大，比起一行，人品更受众弟子的器重。要是武当真的面临危机，我想他也有号召众弟子团结的能力。师弟，你觉得呢？少南是不错，只是性情不够稳定。他原本是个优柔寡断的性子，自从明月峡死而复生以后，他的性情大变，步入了另一个极端。至于一行嘛，无论从能力还是武艺都无话可说，待人处事也比少南大气一些。但是，正如黄叶师弟所言，那个练霓裳是他最大的阻碍。一行他能不能为我武当放弃他自己的儿女私情，这一点我十分为他担心。掌门师兄，您的心里是怎么想的？单就上回东厂和锦衣卫来犯，他们2人带领武当弟子抗敌的统帅能力来看，一行却能带领武当弟子全身而退，可是少南却是全军覆没。以我们武当目前的处境，我觉得领导的统御能力似乎比品德更重要。从这一点来看，一行是略胜一筹啊。这倒是，毕竟我武当现在正面临着100年不遇的生死关头啊。掌门师兄所言甚是，没想到这一层是我考虑的不够周详。不碍事，我们都耐住性子，继续观察吧。是。黄叶的呼吸不匀，并且不时得提气调息，看来他的确受了内伤啊。这样看来，黄叶果真是当天救走慕容冲的蒙面人。既然如此，我现在就把他抓回来。且慢，黄叶在武当趟了20多年，没有露出任何蛛丝马迹，直到最近才被你我发觉，可见他心机之深啊，非常人所能及。在尚未查明他来武当潜伏多年的目的之前，万万不可贸然揭穿他的身份。掌门师兄顾虑的是啊，可我们也不能继续放任他利用武当夺取我武当的100年基业呀！要不，我找个机会把他除了，养虎为患，后患无穷。不行，武当正遭受重创，人心浮动。黄叶在弟子中颇受敬重，倘若没有掌握绝对的证据，非但不能服众，
恐怕还会使武当陷入另一波的争斗，反而不利呀。那该怎么办呢？请师弟下山调查黄叶的真实身份及背景。我怀疑他之所以隐姓埋名，背后的阴谋绝不只是夺取武当这么单纯。在情况不明的状态下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得以保住武当为重。掌门师兄说的是啊，我马上下山。聂霓裳，这么急着是要上哪儿去？